他不是说一上来就是很完美的，都很过瘾，但是很虐。跟17呢是两个人很温情，跟相柳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两个人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都是表面说我爱你，我爱你，但其实好像并没有人真正的说能为你放弃所有。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可以。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保证大家药到病除，3年抱俩，一胎生7个。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在《长相思》里面饰演的小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小妖她是一个从小就是没有受到过很好的保护，都是靠自己。然后她经历了痛苦折磨之后呢，她用男生的外表变成他的一个保护壳，然后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我认为是很脆弱的。但是我觉得他很善良的一点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当他遇到涂山璟的时候，他觉得涂山璟跟他的遭遇很相似，他有了悲悯之心，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直到最后他又重新做回了王姬。所以我觉得小妖是一个很复杂很真实的一个角色。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以往饰演过的角色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反差和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说一上来就是很完美的，而且她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她是一上来她就已经经历过所有的磨难了。她其实是对人不信任的一个人，看到路边有乞丐，或者说她看到一些不公的事情，对她来说她最重要的是活着。少管闲事少操心，长命千岁乐逍遥。自己都已经遭受过无数次了，所以她不会说像一般的女主那种看到这个她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她一上来其实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像这种角色，她打动人的点在哪呢？复杂，然后我觉得可演性很强，想要去把它展现出来。我是为什么会接这个角色，是因为我刚开始先看了剧本，我会发现我一口气先看到了10集，然后就不停地往下看，我很想知道他后面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我觉得塑造这个角色真的特别的难，他太立体了，他不是说只有这么一个性格。我觉得女生她是一个很渴望爱，但她同时怕被伤害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在塑造她的时候，会这些细节方面会多多的去想一些，然后表达一些。想吃我呀？吃我没问题啊，只要你不嫌脏，你就把我吃了呀。那这次剧组氛围怎么样？大家在现场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吗？就是这个组待得很快乐，每个人都相处得很愉快，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像戏里那个角色，演起来非常过瘾。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好的演员，我就会发现所有人其实都读了原著，然后他们都非常了解自己的角色，所以大家到现场一演起来就很舒服，很合适。那有没有什么非常过瘾的那种时刻？都很过瘾，但是很虐，再忍忍就好了，撕心裂肺的。然后跟17呢，就是那种是两个人很温情、很柔软，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然后跟相柳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两个人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都会让我会觉得心里会有代入感，也很投入。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六。那这次其实饰演了小六和小妖2个身份的角色嘛，在饰演这2种不同身份的时候，自己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很舍不得小六，但是我演小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可怜，就他有一段很艰难的岁月，他觉得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伴他的。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都是表面说我爱你，我爱你，但其实好像并没有人真正的说能为你放弃所有啊。当然，涂山璟可以。所以他选择了涂山璟，当然是也是因为爱情吧。所以我会觉得状态无忧无虑。就是他退却的点是在哪呢？他害怕，他其实是害怕失去，就好似我现在是王姬了，好像天下的东西都是我的，但其实在利益面前，在立场面前，我永远是那个被舍弃的人。所以他很
懂得自己的位置，也懂得分寸，这个是让我很心疼他的一点。他永远没有办法像阿念那种，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大声说，他永远。昨天河里刚洗过澡，臭吗？评价一下这次的服装造型呢，然后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其实我很喜欢小6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小男孩。然后还喜欢那个王姬大典的那套衣服，那个女装是让我会觉得哇，好漂亮。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古装剧里面女扮男装，就会被大家说为什么这都看不出来？你对于这种会有担心吗？有导演组啊、制片组想了很多种办法，说给我做一些那种就是特效，比如说眉弓啊或者鼻子做，后来发现都不太成功，可能做上以后表情也会动不了，然后我对那个特效的那个胶又是过敏，后来大家说怎么办呢？那就是基本不化妆，其实就是把我的眉毛加粗，然后粉底稍微暗一些，趋于一个自然状态，然后女装再给它加浓一些。但你说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回避的，就是因为我本来长得就是一个女孩子样子，所以可能我再怎么去扮男生呢，可能会被大家看出来。那只能说尽量去学男生的那些体态、说话声音，尽可能像一个那种可爱的小子那种感觉。这次和张晚意、邓为、谭健次几位演员合作下来，感受怎么样？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演员，而且我真觉得他们很符合戏里的角色，每个人都是，我觉得就是从那个书里走出来的。这是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但是其实是同一个人，等于说是递进的关系啊。他的情感世界是相对单一的，像这个人物，就是我觉得他的魅力就在于你帮过我一下，我将用我的一辈子来还给你。我是想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他的能量，内心的能量，而不只是他的那种清冷。好，那我们开始了。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人心狡诈，这回长记性了吧？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在《长相思》里面饰演相柳和房凤贝这2个角色吧。这是2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但是其实是同一个人，又好像一人分饰了2角，但其实又没有。是我演的相柳，相柳演的房凤贝。相柳呢是一个很清冷的九头蛇妖，房凤贝呢是一个很放荡不羁的世家公子。这2个身份反差还挺大的。是的，是的。房凤贝其实是相柳的一个化身吧，一个当年他救过的一个真实的房凤贝，然后借着房凤贝的身份，又在这个世界上又存活了很多年，去完成了房凤贝的很多生前的夙愿吧。相柳呢是一个他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的这么一个妖怪，平常比较很戾，所以有了房凤贝这个身份以后，他开始知道了原来是有母爱这种东西的。地上梧桐相待老，天上渐渐明。